年下男与波大季，姐弟恋真的好有趣。他19岁就看过我了，两个人差了7岁，也是看不出来啊，后面才知道。为什么？你现在有一种被骗的感觉。绕到了一个野溪温泉，哎呦，就直接来啦。他脱光光泡，有谁可以让我体验这件事情？我没几个，真的没几个。夫妻笑点超不合，把语提出解决妙招。他 get 不到我的笑点。会不会是因为他是国外回来的关系？对，就是我们那个中西方的那个你们可能自己要瞧，这我们对无法摄入。无法摄入。还是你们一起去？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网友好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演艺圈的2对姐弟恋的代表，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，他们和年下男的相处之道。年下男究竟呢年龄的差距对他们的感情来说呢，是一个好处多多，还是困难重重？欢迎他们出场。先介绍我们的，都是女艺人啊。来欢迎第一位王丽人，欢迎。欢迎老公林崇轩，再来欢迎林彦菊，欢迎老公阿三，欢迎2对，欢迎。哦，很难得的组合哎。这个阿丹跟这个我们的佑一啊，他们差到快10岁，结婚2年了，对搞定1个孩子了，对，会有第2胎的想法。要几胎都可以，这辈子就不避孕了。因为也40了，所以才敢这么狂妄。很狂妄。没有，身体是有可能继续在。阿丹听到他现在目前说要生几胎都可以，为什么你的表情是死脸？会不会只是因为第一次来我们节目有点紧张而已？你第一次光临女王大人会紧张吗？这里？就差不多感觉吧，比较不习惯，因为我就是比较习惯比较 outdoor 的氛围这样。对他们都穿车衣的情侣装来。对，我们就是打算等一下录完影直接去骑车，所以就想说啊，那 Gucci 的请车衣点喝啊。也太随性了，也太随性了。没有，我们要把握时间，因为现在婚姻嘛，还有小孩，所以一切都是要时间就是金钱。果然是性气相合啊。对。性气相。另外那一组呢，他们的组合结婚了3年了，年龄差到7岁，差到7岁。他可能跟年轻的不好找，然后呢，跟着大叔呢，他又很容易被当成小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到底？因为你讲这话没有问题吗？他很娇柔，他很可爱，他有女人味。如果跟年纪太长的，这不是父女之间关系，那就是老板跟小三的关系。会让人家这样误会。对，但151就不会让人家有这种感觉。这可能是有恋童癖。林彦君没有这个问题。没有那样子。孰料他跟了一个非常帅的林崇轩，他是个健身教练。以前两个人差了7岁，这也不能说是，这算不算你交往过最大的？好像不是。不是。你都是搞姐弟恋的？没有，因为以前年纪小，有教过也是大概8、9岁的。8、9岁啊？对。OK 吗？对。也是看不出来啊，后面才知道的。姐姐现在保养得很好。为什么？你现在有一种被骗的感觉？为什么？你说去登记的时候才知道？不是，说你到几岁？你不是说1、2岁吗？你有骗他年龄？保养好了。你有隐瞒年龄吗？当然没有啊，他早就知道我几岁，他19岁就看过我了。在公馆的时候，那时候在打工，看到他。打什么样的工看到的？在球鞋店啊。对，然后打工人他远远看到，王丽人哦，不错。太奇妙了，这个缘分。对啊，有的时候姻缘真的是很难抗拒的。怎么认识的？基本上呢，我有一个认识快20年的朋友，从现在算起，那个男生我刚回来台湾认识，然后中间呢就有失联，10年之后
我们又相遇了，跟那个男生。那个男生就问我去交往过的？没有，他想要追我，可是没有追得成，因为个性上对。然后后来我想说，10年了，大家都成熟了，然后他又约我出去跟一群朋友，我跟我的女生朋友刚好在外面，就想说 OK。联谊了。对，我们就去唱歌，这位先生就在现场。他那时候因为不喝酒，一定需要一个 driver 嘛，他就是帮忙负责开车的。多好的一个孩子。是。对他那时候真的就是看起来就很阳光，那时候他才30岁。然后其实那天当晚我觉得他有点烦，因为一直在找我讲话。那我那时候刚失恋，我其实心情不是很好。我永远记得那晚还穿的夹脚拖啊，头发很油，绑个辫子之类的。然后他就完全没有想要社交的意愿。没有，然后他就是不定时的。那个鱼竿女的。类似。那他就不定时转过来，然后他眼睛又是那大水汪汪的，就一直在说，那你在做什么？他明明知道我在做什么的，然后还在问，那你是做什么的？还装。对，然后就一直要找话题，然后我就觉得要翻白眼。你没有告诉他你是当年那个球接店的男孩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装，因为他当时在大安亲子馆，所以我就问他说你现在在做什么？除了就是在目前之外还有做什么？他就是不太想理我。但是你再次遇到他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很有兴趣，蛮开心的，那天蛮开心的。就是唯一就是美中不足就是他不理我。他一开始是不理的。对呀。对。结果你还不死心。他有问我就有答。对。他跟我要 Facebook， 我有给他。对，就是我要问他才会回答一个问题。我就问一个他就回答一个。你必须要一直主动的攀。像做笔录一样这样。对。哦。对，搞到后来。当时是想要了解他、认识他，对，还是想要追求他？想认识啊。想了解他当时这样这么邋遢的一个样子，你不觉得很倒胃口吗？不会，我喜欢素颜的女孩子。哦，你反而不喜欢浓妆艳抹的？不喜欢浓妆。哎呦，那你就爱死151了吧？这个多邻家了，不爱化妆的，超不爱化妆的，这个很邻家哎，很邻家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还一定要女人味，你不要小女孩，对不对？也不一定。好，他就一追你追了多久？我们那时候留完 Facebook， 其实有互动7、8年的时间，没有很认真的互动。这么久，隔这么久，因为那时候留了 Facebook， 然后他基本上一开始就是有约我，有传讯息，我其实没有很认真的看他给我写的东西。那有一次他就是终于要约我去吃饭，那时候还没有在亲子馆的时候，然后呢就台风天刚好过了或正要过，他那天早上就传简讯说，今天台风很大哦，然后我看到有台风，我就说那取消吧。可是他后面其实要写的是那个电视报道说晚上台风就会离开了，那所以那天因为这样我们也没有约。然后后来就是他逢年啊过节他都会传，就是我生日会传讯息，过节会传讯息。那他之后去内地工作，他去跑剧组，他回来台湾都会告诉我他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一个很奇怪，就是都有在打招呼，一种晨昏定醒的感觉。对，可是没有真的，他处于主动状态。那时候对，可是我没有太注意。我是后来跟他交往之后，我回去看我们的 Facebook， 才发现，哇哦，他可能是一开始是想要认识我，只是我没有意识到，那个开关没打开。对，哎呦，因为他比我年轻啊，我就开始看到他，我就小7岁，你教你。一定有吧，交往过吧？小我3岁的有 ，OK 吗？小你3岁。其实我觉得年纪不是问题，真的不是问题。对，是个性。哦，年纪真的不是问题，真的不是问题。身高不是距离，体重不是压力。也不是，因为我交往的什么都有，有高有瘦，有胖有矮。我觉得这个话其实妈很激励人心。怎么样？就身高不是距离，对不对？你就看到那种天龙地虎配嘛。他们对不对？他们就是，我们也算。他们也算吗？对啊。对。哈孝远以前跟他那个。对啊，他们每一个都跟拐杖一样长得，对不对？他现在不好了。身高不是距离，体重不是压力，体重有时候是压力的，会有方法的嘛？啊，会有方法，对不对？哇！哎呦我的妈！天啊，太浪漫了，好美哦！是那个谁？谁？好小鸟芭比的那个肯尼。你说他是不是肯尼？你说花瓣也太浪漫了吧？他好像装扮起来就会像肯尼。这哪里啊？这哪里啊？你是这在台湾呢？真的？对，这在台湾。就是台湾，我们那时候去哪里？还蛮开车差不多2、3个小时的地方。新竹什么之类的，对，蛮远。你们特别牵了一匹马去拍啊？像对，是婚纱公司他们非常有心，因为我们俩个性都很懒，然后都不想要想，所以
他们就是问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婚纱照，我们就说王子公主，然后他们就安排了。天哪，这匹马！天气跟光也太好了吧？因为我先生跟他们说，这匹马他知道他被你们把花戴在头上吗？那是婚纱公司的人帮他戴的。我老公是跟他们说，他很喜欢骑马，所以他们找了一匹马。哦，看他的眼神应该是知道了。我当时有说别戴这个。有，我知道。他当时有说别戴。他演白马王子，然后你演马夫。哎，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这种氛围怎么会知道多好？被你讲成这样，陈哥，这是第一次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这个照片。婚纱裙子若隐若现，那个你是我看过穿的比较慎重的马夫哦。你这个婚纱，我的妈，拖尾拖成这样啊！我的马都绊倒了，我的天！那马真的很乖，我老公照顾那只马一整天。照顾？对，我们在拍婚纱的一整天，他都是在照顾那只马。你本来就会骑啊？对。多好的一个孩子！这是结婚秀。我觉得这典型的是一个日久生情，很素颜呢。我平常也是非常有一点锲而不舍的一直就他嘛主动。对，那时候他拍戏，所以头剃很低，就是很短。这是结婚登记的当天了。哇！你们呢？看来年龄差不到7岁。真的哎，看不出来。你们看起来大概有了，你看起来有大一点。哪有？没有吧？没有。你看起来没有大一点点。你一定要这么说吧。你不放弃的原因是什么？骑驴找马，其实一直中间也有对象，对不对？有吧？对象。你没有感觉到你就是个热脸贴冷屁股吗？当时有哎。是吧？但你还是不放弃嘛。其实是我每天在那边看她在那边做菜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女生为什么，她不是演艺人员吗？她为什么什么都会，连做菜都做那种欧美地中海料理。然后有时候会吃到她做的东西，一些春呢啊，吃剩的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哎呦，那味道还不错，我就想说，心里就想，这个女人连煮喷都好吃，就想说，哎，以后这个东西可以吃饭这个东西可以省下来。为了吃饭都会有一些幸福的画面冒出来。他就把他的女神娶回家了。对啊，他们才交往3个月就结婚嘞。哦，没有，我们交往快1年3个月，他跟我求婚，可是我没有当真，因为我觉得3个月那太快，他可能就是一时间。有那种太唐突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后面7个月之后，他有一天就宣布我们要去登记。这件事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当下我妈妈、我弟弟和我们在吃完饭了之后要吃水果的时候，他宣布的。自行宣布哎？对，没有，我没有讨论过，之前有讨论过2个日子。然后是我自己决定，没有太突然了，对，没有太突然，是计划中，已经有心理准备的了。其实我们没有讨论2个日子，那是我们朋友。贴了2个日子给我，因为被发现我们被爆，然后我只是转贴给你，然后你也没有回答，你知道没有下文，然后我们吃完饭你就说，哎，我们12月7号要去登记。Surprise！ 我们要了解另外一对，好不好？你们的认识是因为车祸吗？还是什么？EA 怎么会这样？EA 是车，但是不是车距，不是车。一 B。哦，是什么车？什么车？骑车。哦，骑车。请教。就是很无聊，因为我们都是骑车的。骑车的。对啊，确实是因为骑车。我有一段时间差很多岁哦，你什么了？你怎么会看到他呢？这么多骑车的人。哦，我真的没有看到他。谁先看到谁？他先看到你。我觉得他一直在看我，但是他回答说：“你没有看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”你知道他是电视里面那个151，是吧？后来才知道啊。一开始看他不看电视哦，他素到看不出来。没有任何艺人的光环，没有，因为他很素，然后他也没在看电视，所以他不认识他是很正常的，对吧？可是，一开始看到他有好感吗？一开始有啊，就觉得他。稍微有聊过啦，然后就觉得他之前骑公路车有在马路摔伤，然后整个脸是有点毁容的状态。对啊，然后好像就隔没多久，他竟然想来体验越野。对啊，所以就觉得哎，照理说是惊到会吓到就打退堂鼓这样。对，就没想到哎，还接着来挑战越野这样越野车这样。有点佩服，蛮佩服，对不对？
这我们都是一群人，在一场比赛里面，每个装扮都这样，每个都长一样，怎么遇到他？很难嘛。对，他们一定要有一些某种程度，两个人要电到对方，要不然这么多人谁注意谁看谁啊？对。义务又这么矮，你不仔细找不到他。对对。所以也就是因为他常办活动，然后我常去帮忙。他是选手啊，教练。他也是选手，也是教练。哎，是世界冠军吗？算是亚洲啦。亚洲冠军。亚洲就是蛮称霸的这样。哎呦，我很骄傲哎。是个传奇。是拿到4次亚洲冠军。对，很高兴认识你啊！太好，这我们结婚，哇！你们交往多久结婚啊？我们大概1年吧。也是1年啊。我们大概认识2年，然后交往1年结婚。你现在长得比以前年轻很多哎。真的吗？你是第一个这样讲的。不，你那照片里看起来比较操劳一点哎。你长得跟家长一样。化妆化的比较浓吧？没有，这个浓跟化妆没有关系，是你整个，你整个的沧桑，我连我家狗都认不出来我。那个比较凹。化妆问题。是家长啊，化妆问题。是不是我害他的啊？打嫁女儿这样子。哦，你们有差到10岁，真的看不出来耶。对。你看你长得多着急。你长得比你骑车还快，你知道吗？比骑车还快。我画这样，我爸妈都认不出来是谁。可是在车上就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比现在瘦。对，我也觉得。你这个蓬起来好看。对，我也觉得好看。可是他再大下去，人家认不出来他是运动员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这样很刚刚好。我也觉得很刚好。对。当然骑越野车，人越轻越好。也不一定，因为我们是骑下坡，所以要有 power。哦。对，所以骑下坡的不一定是瘦的。不要这样，不想聊。他很棒。你很适合骑越野车。我是说你很有 power， 重力加速，看起来很有 power。那那个很可怕，那个冲的。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拍婚纱照，所以我们就彼此画对方这样子。好可爱哦！就看对方的感受是怎么样。所以你画他，他画你吗？对。你怎么会把他画成那样？对啊，怎么会把他心目中的我就是一个开怀大笑的人？嘴怎么会是歪的？不是脸歪嘴斜的呢？是这样吗？真的不会画。哦，这是他在婚礼车上的样子，有没有比较年轻？稍微哦，你们这一对。稍微了。在玩游戏。这是迎娶，所以要先过关，然后也就是要那个 Cagoland 吃到这个。婚礼的过程也在outdoor技术。对，酷哇！然后要跳过所有人，哇！穿西装哦。对。那些坐在地上都是被飞跃的人吗？对。不然呢？难道是跳火圈？不是有小孩吗？都是小孩。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众里寻他千百度，他是你交往过年纪最长的吧？是。你爸妈没有提醒你这一点？我爸妈比较不会管这一块了。哎呦，是哦，就是蛮 free 的这样子。哎呦，那你蛮好。151他也先认识我爸妈的，就是最一开始认识的。先认识你爸妈才认识你的？对啊，因为他那时候我们在住在同一个三合院一个住宿啦。对啊，然后我们都事先有听到对方那个有一个艺人也住这边。然后老婆她也听到说，有一个很厉害的选手也住在那边，但我们始终都没有碰到。对，但是是先看到我爸妈在三合院，因为他们也在那边做赛道啊。你爸妈是一个活动，对，他们现在主要。你爸妈也是相关产业的啊？对啊，也是，就是一起在做这一块产业。我们这是家族企业，你知道吗？除了当选手、当教练，然后我们还办比赛，然后所以赛道呢就是由他爸妈来做。所谓做赛道是要去挖，然后去设计那些。对，就是整理那些赛道，让选手可以骑。要开发。对，要开发。所以那时候他们跟我讲说，那边会有登山车一个哦。然后我怎么看，怎么这年纪这么大，应该不是。你就觉得就没想到是我的公公婆婆。对来的
的公公婆婆，未来的公公婆婆，对。对，你一开始知道他小你10岁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什么有的没的。我们真的不敢想，就是觉得不可能，因为10岁。那谁开始第一步的呢？谁跨出来的？女大男小真不错，这个优点好棒棒。我觉得就是有他的经验在，然后可以用在我们的活动。10年的功力，那你跟老奶奶在一起就好啦。我给你1小时的功力。谁跨出来的？哦，我们都不敢，所以就是朋友撮合。啊？朋友撮合，就觉得我们好像有一点眉来眼去啊，或者是说，哎，好像是蛮合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就常常在活动，就是蛮有默契的。OK。但是因为真的年纪差太多了，差太多了啦。对，所以就也不太敢想。因为姐弟恋已经很普遍了，基本上蛮普遍的嘛。我们现在从2个环节切入。第一个环节，姐弟恋有够棒，这个优点不错哦。多活10年，经验传承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从他那边可以多吸取10年的功力？那你去跟老奶奶在一起就好啦。哦，老奶奶活更多年呢。我给你1小时的功力。啊，当然你不用再努力了。对啊，看起来是这样啦，但我觉得是一种，我觉得无形中我回头去想，可能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就是因为我平常在不管是训练还是说办活动、办赛事，都是比较一个人要扛所有事情，对，就比较不懂。你没有团队吗？有啦，但就是也还是蛮辛苦，因为我们都是选手的组合 ，OK，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忙啊，对，所以就变成说很多自己懒着做，然后比较不懂得去做分配啦，对啊，那老婆的部分她就比较懂得去做整理分配。他以他在电商经营这么成功的经验，有帮助到你很多吗？对，我觉得就是有他的经验在，然后可以用在我们的活动推广上这样子。哦，就觉得帮助蛮大的。之前有跟你们那个分享过，就老公就是比较不会整理家务啊，那除了家务以外，可能一些事情的整理，我也是比较会的，所以我就会让它变得有系统。哦，漂亮。然后，所以我每一次我就可以更节省时间，更有效率，然后更知道说，哎，这件事情派给谁来做，他会做得很好，而且我们可以有个很好的配搭。林彦君是你的天使哎，你是他的金刚，他是你的天使，我这2个配合的真好。可能一个冲前面，一个帮忙在协助，安内攘外。对。勇于尝鲜，这个。好好念哦，好好念。哎，你们制作单位很会写。我真的就是还蛮喜欢尝试新鲜的，然后勇于冒险。那像我老公就常常可以让我就是体验这些事情。哦，比如说最刺激的一次。例如说我们常常去骑车。对，那骑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哎，这路好像不太对，好像没有路，或者是可能会有咬人猫，此路不可再继续往前了，所以我们就绕道，然后有一次就绕到了一个野溪温泉。哦，哎呦，就直接来啦！啊，不是，直接来是说去泡温泉，直接泡温泉啊，就是直接野泡，那是用野泡哎。怎么都怪怪的？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哎，就直接在野外泡汤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哇哈，而且啊，那个四面啊都环山 ，view 非常的好，对，四下都无人，都是你的，哇，都是你的，对，类似就可以体验像这样的东西，太好笑，你还好吧？停不了了。好，那你喜欢野泡？那个喜欢那个吗？野溪温泉吗？泡汤？老婆她其实很赶，她真的直接就对，只有我泡而已，她不敢泡，她看着我泡。我要帮她看一下，真的是四面环山，可能在哪边，旁边人这样整着在旁边看，他喜欢去野泡，你喜欢看野泡。我要帮她。你为什么不一起泡？没有，因为她脱光光泡。啊，不然呢？很夸张，衣服会湿掉啊。温泉就是要脱光光泡的，对啊。野溪耶。对啊，啊，不然呢？有很多这种地方啊，对身体很健康。Yeah。
而且下次我们一起去泡。可以。这样是不是男生真的会蛮喜欢的？就是比起那种这个我不行，哎，我穿高跟鞋我不能弄脏了。什么要在这里泡？你太麻烦了吧？这种很吸引人呢。对，你看我嫁给别人，有谁可以让我体验这件事情？我没几个，真的没几个。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别人了，只有他可以。你喜欢吗？这样子？应该说我这行程都是我带他去的，但是我会恰到好处啦，你不会说像那种更夸张的，我就会带同学去。对啊，一般冒险我就可以带老婆。更夸张的？就像越岭啊，从西边的山越到东边的山，然后扛着车，高难度，然后一天这样过去，100多公里。你们这走100多公里在山路，然后有的不能骑就要扛车。你没有曾经受伤走不了回不来？就是功课要做得很足啊。哦，你们这个也算极限游戏。你就是去山里要去哪里，如果迷路了，你就打电话给他说，哎，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怎么走？他可能会告诉你。真的。但是可能他走到总统府会问你说，哎，这是哪里？他很懂山，对，但不懂平地。对。市区比较不知道。好特别的一个人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很有趣吧？每一年都会办的一个。天哪，这他你们的比赛，对，这李彦君啊？不是，这是我们办的比赛，然后每一个人都被我们弄得像那个兵马俑。然后那一天我们就是全部都在这种泥泞啊、湿啊、冷啊的状态下完成的。然后这是我们去尼泊尔。哇，这好棒哦！之前也有跟你分享过。哇，我们虽然没有这个照片太棒了，李彦君。对，我们没有拍婚纱照，但我们每次去的地方都像婚纱照的地方。哦，你这太感人了。然后在那边野生嘛，对不对？还没这么越来越重口味。看到头痛。玩到深啊，玩到深，对啊。我们一起给这对鼓励鼓励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谢谢。那个整个感觉真的很澎湃，热血，对吧？老婆大人教做人，就连陈哥也帮腔。看到一些人，可能我比较不会打招呼，他就会教我说，在这个行业不能这个样。还有你的眼睛太笃定，会觉得你应该在刑事局上班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的眼神不是这样，其实他有时候讲话还会这样。哎，你觉得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？这已经农民老贝贝了。哎呦，姐姐很会叫，很会教。那是念医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教嘛，哦。就是我比较不会做人。不会做人。对，就是看到一些人，可能我比较不会打招呼啊，然后其实并不是没有礼貌，而是不敢。哦，不敢，那你走这个行业会不会很辛苦啊？老实讲，有一点。生性比较害羞。不是害羞，就是我不喜欢装熟。就像那天上次录影也有看到陈哥嘛，陈哥就在跟我聊天说，哎，我也水瓶座，我129，你几号？我说我216。可是我都就是不敢讲话，然后就是唯唯诺诺的，唯唯诺诺的，他就会教我说，在这个行业不能这个样子，就是要活泼一点、开朗一点、外向一点。像我之前会跟他说，你就是不要一直觉得你去拍人家关系啊，你要去跟人家打招呼啊，你要笑。其实我在说他，我以前也是这样。对。我真想说，我儿子不好意思说而已。对，他刚出来也是这样。我也是这样，因为我是过来人，我以前就是怕人家。跟所有人都保持距离。对，因为我会怕人家以为我在攀关系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这样子的话，人家觉得我很假。可是反而我这样子，很多人会觉得我不需要帮助，然后我很冷酷。我是后来开了餐厅之后，我才发现人际关系很重要，会学习就是跟人，我觉得要有互动，要有交情，然后要常常的就是聊天，然后也关系才会越来越好。这个跟任何事业我都觉得是有帮助的。当然就是真诚很重要。那所以我老公就是7年前的我。哦，对，那17年前的你。对，是啦，我是从20岁到40岁学，就是都不打交道，然后就是很冷漠。我再多补充一下，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家里面很好，因为他毕竟从国外念书回来，他看人家家里很好，把他照顾得很好。我们可能跟他想要再搞熟一点，就觉得你想要利用他什么？
就是它是一个，就是误会太大了吧？它就是个已经具备一切的感觉，所以它有一种很奇妙的优雅，我不同意你们什么，一种很莫名其妙的自信，看不懂，然后呢有一种就是硬生生的距离感，就这样。对，我是后来才知道，你懂意思吧？我懂，因为以前我没跟大家聊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很吃亏，非常吃亏。没有对象，原因就在这边。条件那么好，这样。还有你的眼睛太笃定了，会觉得你应该在刑事局上班吧？就会想要说真话，是不是？我知道。你只要多问我2句话，我就告诉你人是谁杀的。他有吃1碗干面，半碗米粉，1/3的猪血汤。我很不应该，我多加了半勺的辣椒酱，我很抱歉。吃太饱。你的眼神让你看到我都想要告诉你我刚发生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就比较对，就像这样，线条放软一点，好吧？你那个专注看人蛮可怕的。他很奇怪，他以前不是这样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的眼神不是这样。你不是说他都直直的看着你吗？可是他以前是那种水汪汪大眼睛，可是他现在看人是有一种很严肃，所以虽然他就是比我小，他感觉像一个老兵。其实他有时候讲话还会这样。他跟我讲话是这样，我想说你现在是在调教我还是什么？哎，你觉得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？我是觉得吃牛排很像干面，又吃干面，哎。立正，那改立正。你再想想，这农民老伯伯了。这种氛围呢？该你了。好，你觉得有什么优点？优点就是越活越年轻。哇，满面春风的。因为呢，自从跟他在结婚之后，其实因为我们在经营我们的店，然后客人来都会说，一些姐姐们也好，大家都会说哇，他好帅哦。有一个部分我会觉得很棒，人家觉得我先生很帅。然后有一个部分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是在夸奖他，不是在夸奖我？那所以也是因为这样，我就是告诉自己，这样也不错。可是我要把自己就是状况变得更有活力、更年轻，要不然我怕人家到时候都注意他，然后就不注意我。那是。然后我会越来越衰老。哎呦。所以就是因为有他这样子的一个年纪。然后，因为他身材也都还蛮好，夏天的时候就会穿那个，他给我动力。他叫蛮好，他叫很好，什么他叫蛮好？就蛮好的，还好。他比阿丹线条可能还要好。那是因为体质不大一样吧，因为他有运动。什么体质？灵异体质？讲什么？他开始讲笑话。开玩笑，比较安心一点的，觉得安全一点的。对，都是障眼法，你要小心哦。他这样才能味道杀人凶手是谁？又来。好，刚刚讲的都是优点。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第2个环节。年纪差很大，这点让我头很大。叮。哪儿啊？你说你吗？对，我体力真的不行。你前面那边分享的什么又泡温泉，然后又刺激又什么？我以为你说他体力不行，是我，因为我面对的不只是小10岁的男生，还是运动员，所以我跟他的落差非常的大。专业运动员还不是一般运动员，对，是专业运动员，是得过亚洲冠军4次的运动员，算是极限运动哎，这算极限运动吧？到比赛程度是。对，算了。对啊，所以相较之下，我真的体力不行。像是他们常常出去，算是玩，也算是训练。然后我们可能会有设定好，我们今天要骑什么路。但是在这过程当中，他可能眼睛很厉害，他像鸟一样，他眼睛不只是可以看到这样子，他可能看到这样子，他都可以看到那个路很小，好像是路又好像不是路的路，然后就说，我们先来这里走走看，就先加码了。就不在主要道路上，就不是在我们主要要去骑的路上。对，那我当然就是心就会惊啊，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我的主要道路前面是什么了，然后就要先加码，然后那个加码可能是很陡的坡，或者是一个崎岖的路线，我不知道，所以一切都是未知，所以你心里就会很慌。而且有因为这样吵架过吗？是不至于，但是不至于吧。可能有点压力吧，会有压力。我身边一起骑车的毕竟都是选手，对，所以我们就算是很轻松的骑，可能还是有一点亮。我每次都是最后一个。他似乎觉得有点跟不上了，或什么。你知道他这个部分的问题吗？稍微都会知道啦，对啊。那可能其他的一些车友，他可能也会互相帮忙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都是在带头的，那可能一群人10几位。
我比较不知道后面的状况，我就是会等一下啊，主要就是靠大家一起。一个不小心前后拖500公尺。那在骑车当下，你心里会意识到这是你老婆，还是她只是另一个普通的车友？可能当下就会觉得就是车友。林彦君抱怨另一半根本就是炫耀文。骑完车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已经结束了，今天结束了，但可能是我的开始，因为我可能要忙家事啊，要洗衣服啊，然后再撑个7、8年就好了。他还不放过我，然后怎么晚上还要揪我，凡尔赛式的抱怨跟烦恼，很幸福哎。那在骑车当下，你心里会意识到这是你老婆，还是她只是另一个普通的车友？可能当下就会觉得就是车友。你知道吗？以老婆的心理就会觉得很难受。会一视同仁。对，而且可能如果对于就是比较慢的，他们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会帮你推一下，推一下，让你可以跟着大家一起骑。但是他可能就会比较选择说，你比较慢哦，那我骑2圈回来看你有没有跟我差不多时间到。压力好大。所以你还是要把它骑完。那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根本完全跟不上了，你会觉得你们之间有距离了吗？是不会，我会因为已经那么熟了，所以你有什么状况，你就会直接跟他说，就说这一段我就先不骑了。对，而且也不会那你就会在原地等他们吗？总是有方法的，回来吧？一定有方法。就例如说，我可以在某个地方等他，或者是我就直接到下一个点，比较抄近路的，或是走平路。他们走山路，我走平路。出发在走赛道或者开发赛道或等等，都还有一定的开发计划的。对，所以他们可以走难一点的啊，我走简单的。但是我就会觉得在那个过程心会比较累一点点，因为你就是要跟上。但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，所以因为我的运动啊，或者是我的体型啊，就是不会太走中。对，一生完小孩就差不多就是又恢复这样子。对，这个非常是耗费很大的。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是 OK 的。不 OK 的是骑完车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已经结束了，今天结束了，但可能是我的开始，因为我可能要忙家事啊，要洗衣服啊，看刚刚那个很泥泞的那个真的很难洗，对，然后现在又有小孩，又要忙小孩，阿丹完全不帮忙，吃喝他会帮忙，但是这可能是我主责。我主导比较擅长，对，他懂怎么去整理干净这些，对，他的帮忙就差很多了啦。那他是会帮忙，但是主要还是我比较多在做，所以一整天下来，我就会觉得哇，我今天好忙碌啊。那你再辛苦点，孩子现在才快1岁，对啊，然后再撑个7、8年就好了。他还不放过我，然后晚上还要揪我，你就会觉得你不是很开心吗？我这个体力真的不行啊。他揪你不是很开心吗？你如果很累的时候还会揪你，你就不会开心了，真的。他是揪你骑车吗？还是？当然不是，揪我骑其他东西。对。是谁叫你来这边complain的？有这么多事情可以讲，你一定要complain这个吗？可是这种抱怨很幸福哎。是吧？这是幸福的抱怨。你刚刚笑着讲哎，有啦，幸福啦，幸福啦，但是就是有时候会有点累，就是。他那种凡尔赛式的抱怨跟烦恼，你真的没有太放在心上。当然，你这个事情也处理一下吧，对不对？无大概哦，无大概，我买票哦。体力总是要消耗的嘛。对啊，无大概，你后面要接无大纲哎，无大概。被催婚哦，被催婚，在应该主要是结婚前吧，交往的时候，对啊，就是可能当下我还觉得不用这么快结婚。那时候几岁啊？就也是1年前的事啊。那时候你几岁？30，差不多29、28吧。哦，你也差不多是还不到30哦。那主要是我30稍早。
我的类型就是比较会东奔西跑，因为毕竟还是在比赛，然后可能要带选手，跟个游牧民族一样，你说怎么都很难，真的要找一个有相同兴趣的。对，然后老婆就是会3不5时就会问你，哎，什么时候结婚啊，或者说后续的生小孩的计划啊，就会觉得当下我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这么清楚，想得这么好，对，就会觉得一直好像被问到这个问题，会。听起来不是大问题啊，对，因为过去他27吧，37、8，别闹，都快40岁，当然这个没有办法，这很现实。除非他不想生孩子，对，除非他就想跟小鲜肉在一块儿，对不对？但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亏欠，尤其像他跟他同期很多的选手，或者甚至比他小是小朋友，现在都已经是在世界的排名很前面的时候，我都会问他说。你会不会还是想要就是去拼那个成绩，拼到那个最前面的？林彦俊会觉得你是阿丹的绊脚石吗？我有时候会是这么觉得，他会为了家庭，然后去取舍，一直在国外训练。他有这样想，你这个部分要得处理哦，因为久而久之他会觉得自己我们都算是都有一直沟通了。哦，对啊，要不然他不知不觉会自卑，不知道从哪来的自卑哦。就有补偿心态。他觉得他对不起他，因为他是。然后每次他揪他不享受，他因为有愧疚，所以他还是给他揪。夫妻笑点超不合，巴育提出解决妙招。他 get 不到我的笑点，会不会是因为他是国外回来的关系？对，就是我们那个中西方的那个，你们可能自己要瞧，这我们无法摄入，还是你们一起去？他不知不觉会自卑，不知道从哪来的自卑哦。就有补偿心态。他觉得他对不起他，因为他是。然后每次他揪他不享受，他因为有愧疚，所以他还是给他揪。对。你觉得那是一种暴打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个真的没有。但有时候看他变胖的时候，我会有压力，因为车友都会说：“哎，你这很幸福哦。”对，我现在算比以前变胖蛮多的。对，蛮多。有，我看起来有6、7公斤有。可是他的脸真的比较年轻一点呢，真的。可是真的年轻很多。对啊，好看很多了。还是要点肉，对不对？比较不像亲家公。对。但是成绩，我觉得2个人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，互相的支持。我觉得那份力量1+1会大于2。有啦。家里也可以弄好，然后成绩也可以做，也搞定。希望我就是可以再多帮他一点，就是互相 cover 一点。因为总不能一直抱怨嘛，这是长大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不要抱怨，就是想着试着解决事情。你又长大了，对，棒棒，换你们啦。你觉得头很大是什么？其实跟刚刚类似。刚不是你 complain 过了吗？对啊，可是他能 complain 只有这一点吗？其实刚刚因为年龄差，刚刚他讲的是他的弱点，然后这个是我抱怨他的事情，其实就是刚好是一样，所以他自己有因为年龄的差距，他自己有认识到他不会做人，然后就是因为我看到我自己，所以我懊恼是这一点，然后常常会跟他沟通，可是他就觉得我是老师，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很烦。基本上像我们的私厨，一开始他后来就是我们结婚私厨的部分，他是老板嘛。他也会来帮忙，可是他一开始的态度就是有客人走下，他觉得不关他的事，他就会然后再回去做他自己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就会跟我说因为大家其实没有在乎他是谁。后来其实我的客人就是哥哥们还要帮他介绍，就是来那个这个是崇轩，他是这边的老板。生意不能这样做，没关系，我来处理。我带你去泡野溪温泉，点真泡一次，野泡，你就知道。那个回音真是妙不可言呐！可是这个跟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我就放开了他就放开了，放一次，他就不别扭了，他就不会自我设限了。你看，就像刚刚那个泡的，他泡的理所当然。我也是个很狂放的人了，可是我听了就觉得，泡的目中无人啊。get 不到笑点，对 ，get 不到笑点。老婆 get 不到笑点，是谁 get 不到谁的笑点？他 get 不到你的笑点，会不会是因为他是国外回来的关系？对，就是我们那个中西方的那个教育环境。你的笑点大家都知道是吧？都知道，我们这一辈的人都很懂港片啊、台剧啊，或者是很多东西，是像周星驰啊，或者是以前的那些龙兄虎弟那些很多东西，是综艺梗。对，我们都会懂。你现在有30几了嘛，对吧？我40块2。
哎呦，已经过40，那我们很多的生活经验其实是有重叠到的，对吧？所以他们还有可能美式幽默跟台港式幽默就是不一样，就不一样啊。你想逗乐他，但没有效果，是吧？对，而且常常在公共场合，大家已经笑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我们会接一堆梗。大家已经笑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他会说：“啊，我老公真的那么好笑吗？你们在笑什么？”哦，所以那这个他就不是只针对你，这没办法哎，他就不是只针对你，他就是对于笑点他的比较有点迟钝一点。到最后就是变成我看我的华剧，我看我的亚洲的剧，他看他的美剧。哦，你看陆剧，他看美剧。对，然后就他对，然后他的电视的声音就很大声，我就想说。啊！我用电脑看，我看不赢他，我就一直按，哒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声音越大，对。戴耳机看呗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就是想压过他，我就是想让他知道说，你要多看一些这些东西。不要压他的音量，你压他的人嘛，你压音量干什么？哎，难怪陈哥最近就是这样，我就想说，他其实3不5时他就一直戴耳机的。以前你常都戴耳机，然后最近回到家我就不懂。他一直在看陆剧的东西，我在看我的美剧的 Netflix， 然后就是他的音量压过我的音量，我还要跟他说你可以把它关小声一点。现在我变小了。前几天我还是问说，哎，那你可以把电脑弄小声一点。应该要换在不同的空间欣赏。对，他以前戴耳机就很 OK 啊，他现在就是也没有想要戴耳机，他就会坐在那边。你家应该还有别的空间吧？有啊。可是我们就想要坐在客厅看电视啊！你们想要坐在一起看不同的剧？没有，其实我就是想要有客厅就是要用一用啊，所以就是想要坐在客厅看电视。那他就喜欢坐在他的餐桌前面的皇冠椅。同一个空间的2个地方啦。对。我也不能说你去睡觉或去房间。一个人戴耳机吧，这个你们可能自己要瞧，这我们无法摄入。好不好？这个我们就不接受，无法摄入。还是你们一起去泡个野溪温泉？哦，那里啊，可以解决蛮多大声都可以。我觉得你们2个都解放一次，我觉得蛮好。对，这个我们有一句俗话说什么？爱情里年龄不是问题，年纪就是无法逆转的嘛。对啊。然后你什么时候遇见对的人，你又不能控制，所以2个人彼此互相理解、包容，然后3观相合。才是最重要的事。任何形式的爱情，不论年龄的差距怎么样，都有它独特的美丽，也有对它独特的考验。祝福那些正在爱情中努力寻找的朋友们啊，都能够找到双向奔赴，专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我祝福现在2队，好不好？祝福，谢谢。牛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。订阅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